大家好，歡迎回到北歐老吳的頻道。今天是會員專享的周末漫談。首先，我們來看一下下周有哪些重要的經濟數據。下周的經濟數據還比較多，然後新上任的美聯儲主席 Kevin Walsh 已經上任了，对吧？他現在面對最大的問題就是通貨膨脹。我們看一下，最重要的是在這個周五非農數据，然後周三有一個 ADP 小非農，然後周四的話跟就業相關的，周一的話就是这個製造業指數，然後周二也有跟就業相關的，所以說下周數據比較多，但是這個重頭戲的話還是在周五的一個非農數據，所以在數据比較多的時候，市場的波動會比較大的，大家就相對的要注意一下風險，尤其很多喜歡做盤前交易的啦，因為這種在盤前發布的交易會引起一些波動。好的。那麼還有一些公司還在出財報，大部分的大的科技公司都出完了，現在還有一些小公司的，我們等一下也，因為有一些公司是大家在我直播中經常問到的，我們會等一下也分析一下。那麼好的，我們來看一下圖形，先看一下標普，那麼這是標普的月線，先做一下月線的這個大周期的一個分析。那麼我們之前已經分析過，月線上的話，它是一個7浪上漲，1、2、3、4、5、6、7。那麼下面有個大中枢，对吧？它在月線上是一個浪形模式上漲。那麼本月，因為5月份的交易日已經過去了，本月5月份是漲了5.15%，漲得非常兇。那麼頂分型是沒有跡象的，想要出現大跌，任何的轉折，比如說前面這裡的轉折。無論它這個轉折是不是夠一筆，但是它也構成了次級別的，起碼構成了一筆。但是這種出現頂分型的之後的這個後期，我們是要關注的。但是在沒有出現頂分型之前，你就不需要過度的恐慌，對吧？除非你是你如果說是追漲上來的，你可能要小心一下。但是如果說你是從底下出現底分型的時候買入跟上來的，其實你是不需要過度恐慌的。因為你的盈利已經很豐厚了，只不過就是少賺一點而已。出現頂分型我再賣，頂分型出現了，你如果覺得前面已經出現過多次頂分型，這次出現成為一筆回落的概率比較大的時候，你就多賣一點嘛，只不過就是少賺一點而已，對吧？你只要是賺錢的，那麼你的心態可能就保持的會好一點。所以說在沒有頂分型的時候，你是不需要過度擔憂的。那麼現在這個結構，在這個月線上的第7浪，1、2、3、4、5、6、7，對吧？我們看一下它的內部結構，這就是我們關注的這個區間套。這個結構我們已經很熟悉了，在週線 ，A 中樞、B 中樞，兩個中樞的高低點沒有接觸，趨勢上。那麼針對這個大 B 中樞還出現了3買，出現了一個3買。那麼這個3買之後又繼續往上走，對吧？那麼現在雖然說這個結構是飽滿的，我們要這個着重說一下，就是說結構是飽滿。什麼叫飽滿結構？就是我們跟模型比較，對吧？禪師給到我們這個模型，什麼是趨勢模型，什麼是盤整模型，對吧？這個結構是飽滿的，跟這個模型比較的話，但是不代表它馬上要結束，因為它的周期相對比較大，它是一個周線上的一個結構。那麼你周線上看上去飽滿，那它最後這一筆，它的小周期可以完全以一種小節奏的模式慢慢往上爬的，对吧？這就是你要去測頂的難度，你想要測大頂的難度是非常大的。所以，不是說結構飽滿了就立刻要掉頭，而是你要去詳細的跟蹤它最後這一段。所以說，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用區間套來分析最後這一段的內部結構。但是在周線上也沒有頂分型。周線上也沒有頂分型，看一下，我們把這個高亮一下，這就是我們平時做直播的時候跟蹤的這一段。那麼在日線上還是一筆，沒有這個沒有打過折。什麼叫沒打過折呢？比如說沒有出現這種3折或者說5折，是往上打折，也可以往下打折，打5折、打3折，對吧？我們想要打折的出現打折的情況是出現了背馳，我們看打折的背後是要看它是不是有背馳了，就是這個3跟1比較，空間上還有它的內部結構
是不是饱滿？內部首先是不是飽滿了？然後3跟1比较空間小了，这就是有背馳了。所以说我們看打折的背後是要看是不是有背馳。那麼一旦有背馳的话，比如說3有背馳了，那就要回来，是不是要在這裡做中樞？做完中樞之後可不可以再起？或者說，哎，3回來了，但是碰不到前面的這個小高點，還可以有5，对吧？这就是你看，出現背馳之後的一個走勢。還有就是說，我出現了3了，3打折了吧，回來了，但是呢，它這個反彈很弱，然後直接走反向，那這樣的話就斷開了，不是說就打完3折以後一定要構成中樞往上走。其實這個是我之前很早以前有過的一個錯誤的一個，這個理解。我覺得說就是一定要有中樞才可以結束一個走勢類型。不是的，就是一個1、2、3，這個已經滿足了一個結束條件，因為這裡已經有中樞了。這個中樞雖然說沒有那麼飽滿，但是它是完全滿足定義的，就是它的次級別，比如說我們現在看的周期是日線，那麼在日線上出現了3筆，那麼它的小周期，它的內部比如說已經有2個小中樞了，我們用另外一個顏色，它的每一個結構裡面都有小中樞，無論是1個還是2個。都可以。那麼如果說它的內部是這種結構的話，那麼它就滿足了禪師的一個定義，這個是滿足中樞定義的。所以說在這種情況下，它這個3段，這個1、2、3，然後有這個重合區間，它是滿足那個中樞定義的，它這裡就可以走反向，不是一定要形成中樞之後才可以結束。所以這裡跟這個概念上，我們一定要這個告訴自己，一定要清晰這個。那麼現在日線上，這個是沒有頂分型，對吧？這個結構我們平時做直播的時候已經說過多次了。那麼利用我之前講那個簡單方法的話，你就是在這個周期，如果說你不想每一個周期都利用遞歸這個方式，或利用這個曲線套的方式往下看的話，你就看本周期上有沒有 K 線重合，超過3根 K 線重合。那麼一旦超過3根 K 線重合，意味着它的次級別或者說次級別肯定是有中樞的。那這裡面的話，你看到有超過3根，它的這個重合的 K 線越多，說明它次級別形成中樞的概率就越大。比如說這裡，它雖然說也有3根 K 線，但是它可能是只是5分鐘或者15分鐘上有中樞，但是1小時上是沒有中樞的，或者1小時啊30分鐘是沒有中樞的。所以你要利用這種簡單的方法，也可以幫助你看這個內部結構是不是飽滿。那麼來看一下它的小周期，這個我們已經很熟悉了，簡單的快速過一遍。那麼這是6316，A 中樞、B 中樞、C 中樞，這個結構出現了3中樞趨勢上，3中樞趨勢上。那麼針對第3個中樞又走出了一個小五浪，起漲點在733.68，1、2、3、4、5，走出一個小五浪。那麼我在周五直播的時候跟大家介紹過，它想要出現大跌，必須要跌破這個中樞。或者说必須要砸穿這個中樞，把它加粗，對吧？這個中樞你不砸穿它是不可能出現大跌的，連最後一個中樞你都砸不穿，你何談大跌呢？那麼這個中樞從現在的價格我們看一下，到這個中樞下沿的話，1%，只有1%的空間，對吧？你這個1%的空間，這個是要讓出去的，也就是說你不要搶跑，你不要覺得大跌要恐慌了。如果說這個1%你都讓不過去的話，那你說明你的這個持倉的成本是相對比較高的。你只有持倉成本，比如說打個比方在7000，對吧？那這個1%的回撤你是能夠忍受的，你是要把它讓出去的。也就是說，你要市場先表達出來，我要先跌1%後，我再看是不是有一個反彈不回去，然後走反向，對吧？如果說連1%的大跌都出現不了的話，那你是没有必要恐慌的。所以這個1%你是一定要讓給市場，讓他去表達的，而不能說你要去搶跑，這個時候要注意。所以說這就是我在周一提醒大家，在周五直播的時候提醒大家要關注最後一個中樞，它什麼時候能砸穿它，才可能出現轉折。或者說簡單的你也可以看什麼時候出現頂分型，對吧？那麼頂分型就相對模糊的一個概念，你利用這種中樞的話就更細緻一些。
那麼更細的當然去更小周期的，你去5分鐘上，对吧？5分钟上也有中枢，什么时候開始離開，走這個離開段至進入段，然後離開段的小 B 段跟小 A 段比較沒有背馳，那就可能出現2個中樞，2個中樞之後再出現小 C 段的時候還不背馳，那就可能出現3個中樞，對吧？這就更細緻了。那麼這個的功課是大家自己需要去每天去做的。好的，這是針對指數，我們簡單的說一下，我們來看一下。然後呢，這個首先我們要分析一些大家在這個頻道裡邊留言，因為我每次都是先分析大家這個尤其是會員朋友們在頻道中留言的一些提問，然後再分析這些这個要出財報的。那麼我也是歡迎大家多去留言。你要是留言的話，我一般做視頻，我跟大家講一下，就是我一般是周6做視頻，然後周日放出來。這樣的話，我周日是基本上是很少去看這個，這個留言吶，或者說一些這個新聞什麼的，是很少去看的，是基本上進入休息狀態。所以你最好是在周5之前，就周5最晚就周5，你留下留言要分析什麼，這樣的話我周6就可以這個做視頻的時候分析，對吧？所以歡迎大家留言，然後跟產量相關的那個技術方面的這個問題也可以提問，這樣我們就可以更多的一個討論。還有就是要提醒大家，我在這個不論是在我周末復盤中的分析，還是我在直播中的分析，只是我的一家之言，只是我對這個股票的一個理解。畢竟我的理解有的時候也不夠這個很深徹，很透徹，然後也不過就是看了一些新聞，然後再加上我的一些交易經驗，給大家的一個分析，不能夠成為你的進入的一個依據，一定要注意。不能夠把我的分析當成你的進出依據，你一定要有自己的理解。有可能短期的我某一次可能說的對了，或者蒙對了，你可能覺得啊這個人分析的好，我以後就聽他的，這個是不行的。不要找拐棍兒，不要給自己找拐棍兒，一定要自己去學。你這樣的話才能夠在長期的投資中、長期的交易中，自己是知道怎麼進怎麼出的。你這樣的話持股就更堅決，賣出也更堅決。一定要注意，自己要學會。所以，那麼這就是我要那個提前說一下。好的，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大家的提問。有朋友提問，這個要分析一下比特幣跟這個以太幣，說是最近這個跌的比較多，想找機會進一點。我們簡單看一下，就大方向的話，這個比特幣啊，什麼以太幣，尤其是虛擬幣這些，它最重要的問題就是這個監管，或者說美國政府這面。因為之前之所以漲了一大波，是因為特朗普上台之前，好像對虛擬幣也好，或者說對這個比特幣的，就是讚賞很多，是說了很多的許諾，承諾了很多吧，只能這麼說。但是呢，上台之後並沒有看到實質性的東西，那麼造成了現在機構不敢進。機構不進的話，它就抬不起來，對吧？不論你是這個木頭姐也好，或者其他的一些大的這個機構的這幫人發言說，比特幣也好，虛擬幣也好，多好多好，但是他不往裡進吶，所以說這是他現在面臨的一個大的這個大方向上一個主要問題。那麼我們看一下這個比特幣的圖形，比特幣在這個现在看的周期是周線，從這個126.269這個最高點之後，當然了，每一個平台上，我现在用的這個比特幣的這個標的啊，是用這個，它應該是 TradingView 連的 Coinbase， 你看這裡，它連的是 Coinbase 的這個數據，就是每個平台的數據可能有一點點差別，但是結構上是大小都差不多的，所以就是我們以它為例子來講解。那麼從這個最高點之後，它現在是在周線上是形成了這麼個結構，那麼是一個進入段，2次反彈帶中樞。那麼其中它這一段從97963跌到6萬，那麼這段的話只有4根 K 線，為什麼我也畫成一筆呢？但是主要是因為它這筆反彈是成為一筆，相當於2次反彈確認。那麼尤其它這個畫筆的時候，尤其周期比較大的時候啊，你可以畫到次低點，這有一個次低點。如果說你畫到次低點的話，它是可以滿足有5根 K 線的，即使是包含處理之後也是夠5根的。這種情況在周期比較大的時候，你是可以這樣畫的。因為在纏論裡面，它是3筆構成線段，但是呢，
這個3呢，它可以是次高點，它没有缠論裡面沒有說必須要是這個最低點到最高點，它可以是最低點到次高點，它也滿足這個線段的劃分，对吧？所以說我們應用到這裡的話，所以說我在這種情況下我是可以用次級別的這種結構來畫這一段的，所以不影響你分析。不影響你分析，尤其是它又表達出來這種兩次反彈確認的這種情況下，你就更應該把它畫成它的這個連接了。好的，那麼在大周期上，周線上它出现了這種2次反彈確認，那麼這個回落這一筆啊，現在還不夠一筆，現在只有3周的一個回落。那麼想要再次出現一筆回落的話，還需要有1周才夠5根 K 線，對吧？或者說你這個有包含關係，如果說下周有包含關係的話，你可能要再等1周，可能要需要6周。才能保證這個5根的一個下跌。那麼如果說回落了不跌破前面的6萬的話，就會給一個2買，你可以買這個2買，看它能不能夠上去，對吧？但是現在這個 MACD 我們看一下它的表達，往上衝的不是夠，雖然說這個張口還可以吧，但是呢，沒有張得很大。如果說能張起來，張得很大的話，那說明它的動能很強，它也有可能在這裡粘合一下，比如說 MACD 在這裡粘合一下。哎，做一個空中加油，然後再起来也可以。它只要不掉头向下都可以，只要不掉头向下都不會出現大問題。所以在這裡可以耐心等待一下，看看給不給一個2買之後再上去。如果說它要跌破了6萬的話，那就先看這個進入段跟離開段。我們現在就可以測一下。那麼等比例在37000，這就很深了，對吧？跌到37000才跟前面這個比例相等。那這就很深了。那麼如果說跌破了6萬的話，那就很容易出現背馳，對吧？它只要不到37000，或者說跌破37000才不背馳。那麼跌破6萬，然後它的內部結構又兩個小中樞了，飽滿了，對吧？你就可以買這個1買，就是這個盤整背馳點，離開段跟進入段有背馳，你就可以買了。這就是跌破6萬和不跌破6萬的2種情況。我們再看一下日線上。日線上相對是比較亂，我們把這個從6萬這裡斷開的話，我们现在去看一下6萬，把這個變粗一些。那麼只關注6萬右側的，還是相對的比較亂，把它看一下這個，我簡單講一下吧，就是從6萬這裡它有進入段，然後2次回盪，做了一個中樞。然後上去給了一個3買，然後又打了一個高點，對吧？這是非常典型的盤整走勢類型，就是這麼一個結構。這是我們模型裡面你應該很熟悉這種，帶一個中樞，帶一個3買，然後出現盤整背馳，然後結束整個這波，對吧？這個結構是飽滿的，所以說它完全已經結束了，然後可以走反向。但是因為它在周線上只是4根 K 線，它不夠一筆，所以說你還要2個方向都要看，是不是說這個唯有一點這個特殊的就是這個3買這個位置。這個3買現在是被跌破了，它跌回到前面這個中樞了，意味着它可以是什麼呢？一種情況是這裡有一個中樞，對吧？然後這裡有第2個中樞，雖然說它跌回到這個中樞那個前面這個中樞裡面來了，但是沒有問題，可以是第2個中樞，然後再起來，意味着是從6萬這個上漲沒結束，對吧？所以說雖然說前面這個從這裡斷開的話，它的結構已經飽滿了，但是飽滿並不代表馬上就結束了呀。想要說它結束，前提是這面要走出來一筆。就是說大周期上，這裡是周線的一筆上，我周線的一筆下沒出來，因為筆只能夠被筆破壞，線段只能夠被線段破壞。那麼新的線段或者新的筆沒有出現之前，你就不能說前面這筆結束，這就是在我們纏論裡面有明確的一個定義的。所以這裡是可以是做出第2個中樞之後往上走的，而且它的結構已經相對飽滿了。你看我這裡畫的已經有4小時上已經有2個中樞了，我們可以看一下4小時。4小時2個中樞，而且高低點沒有接觸，一個趨勢下，而且這裡在這個周五的話，還出現了一個潛在的一個這個小3賣，針對上面這個中樞有一個3賣，所以這個結構是飽滿的。你如果說想這個想找機會近一點的話，是沒有問題的。我們再看一下裸 K， 它又踩到了120天均線上，看到沒有？踩到120天均線上了。唯一的就是它這個 MACD 現在還沒有掉頭，就是這個下面這個 MACD。它這個，但是柱子的面積有縮小，但是這個快慢線還沒有那個收口，最好能收口，或者說你等這個底分型，
這裡日線上給一個底分型出現的話，我也可以先进一點。你要做的其實就是這筆反彈，或者這筆上漲。那它如果說，它刚好是夾在了120天和200天之间，你发现没有？如果说上档只能到200天這個位置，那你就先出來。這個空間大概有多大？8%左右，對吧？所以你不要期待有很大的一個漲幅。如果說只能夠衝到200天的話，那你就趕緊先出來，意味着這裡是可以做第二個中樞之後，然後可以往下走，或者說我就在這個第二中樞這裡繼續震，也可以。所以我們現在就是，或者對你來說，你要想這個近一點的話，就是做這筆反彈8%左右的一個空間。好的，這是針對這個比特幣。再往下看你問的這個以太幣，其實結構差不多。以太幣的話，其實看大周期可能更清楚。以太幣在這個月線上，它有一個這麼一個大中樞，有一個非常大的一個月線中樞，它在這個中枢裡面一直震。那麼這個從49500，然後又跌回到1700，這個殺的還是非常狠的，直接跌回到中枢裡面來了。那麼現在這個月線上也夠一筆了，然後月線底分型也出現了。經過包含處理之後，月線上是有底分型的，对吧？你會發現這個這次的回踩的話，剛好也踩到了中軌上，踩到了月線中樞的中軌上，所以這是也是一個好的跡象。如果說這個能支撐出來的話，那麼月線上能夠給我一筆反彈的話，對吧？你要做的其實就是要做月線一筆反彈，你也可以從最高點測一下這個黃金分割的位置，潛在的這些壓力位置，對吧？看它能不能到這些2900啊、3300呢，還是3700，看它就是潛在的一個這個壓力位置。那麼現在底分型有了，然後回落一筆也有了，那麼下面要看什麼呢？就看它的內部結構是不是前面我們是雙觸發嘛？底分型觸發我進場觀察，那麼進場買入的条件是它的內部前面這裡要有3折或者5折或者帶中樞，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用雙觸發，目的是你更能接近這個拐點。那麼在這個周線上的話，也就是月線的次級別，它只有123，這個3它可以是，其實它這個1742，它有2種情況吧，它可以是再次跌破，再次跌破就是這個4955下跌沒結束，對吧？因為它是打了3折嘛，這是我們要的。這裡這個1買有背馳了可以買，如果說3不背馳，那就要等5345。如果說還有一種情況就是，哎，我這個是可以是一個2買的。周線上給個2買，我左反向也可以，因為這裡是在這個月線上是有那個底分型的，所以說現在的關鍵點就是在這一段2466到這個低點，這個周線上也回落夠一筆了，但是周線上也沒有底分型，但是我們先可以看一下它的這個內部結構，也就是說這段如果說不結束的話，你是沒有辦法買的，對吧？在周線上這一筆都沒結束，你怎麼買呀？因為它不結束的話，就可以繼續跌，就是要再次跌破1742，所以說周線上這一筆就是關鍵。那麼我們需要看一下它的內部結構，哎，這就到了這個日線上，日線上基本上就可以交易了，因為周期越小，你能交易的機會就越多。這個2466的話，它在日線上是3段，123，很清晰的3筆。然後呢，這個3我們把其他的先清掉，我們看一下最後這3段，把這個也清掉。我只關注2466右側，這個3明顯長，你會發現這個3的空間或者是延伸的這個時長也長，空間也大。我們看一下這個工具比較一下，是不是不背馳？哎，你就會發現到了1.118了，對吧？它現在不背馳，那麼完全是可以來4和5。所以说你現在要看的就是你要不要做這個日線的小4浪反彈，這是你要做的，因為它可以是微轉的。不是說我這個3不背馳，我就不可以微，那個指數上就出現了微，標普指數就是一個123不背馳，然後直接一個微轉。我們可以在這個回過頭來看一眼這個標普指數，看一下裸 K，裸 K 的話，我把这個線就沒了，它就是一個微轉，從7002，這是一個123，這個3是不背馳的，跟1比較，然後直接一個微上去的。所以說，如果說你說一直說啊，我這個3不背馳，你就不做4的反彈，然後那你就錯過整個這一波了。你可能會追在某一個位置，比如說追超過了7000的時候，你可能才要敢往裡追。所以這就是我們說的，我們是沒有辦法預測到這個反彈是弱反還是強反。只要出現了這個，尤其是周期相對比較大的，我說的是周期比較大的，
就是尤其是60分鐘或1小时日线、周線这种大周期出现了这个1、2、3之後，如果說你發現3不背馳，但是3的結構內部結構是飽滿的，那麼出現底分型你也要進，因為你要做4，這個大周期的4浪反彈是可以做的，因為你不知道它是不是微轉。所以這就是我們要說的不預測的思維，你是沒有辦法預測到的。那麼這種情況，在這個以太幣，這個3現在也是不背馳的，那麼這個4，我建議你是可以跟一下的，用一點小倉位進去。如果說出現了一個弱勢反彈，那你就先出來嘛，對吧？出來，然後等到它再跌，不是說我買了就不可以出嘛，對不對？所以說這個位置是可以嘗試的。但是大的方面，我剛才已經說過了，它主要還是監管那邊的問題。沒有更多的好消息來刺激它，這就是這個比特幣和以太幣。我們再看其他的，那麼這是這個我們的會員在這個 Derek 朋友提問的這個3支票 ，IBM 還有甲骨文還有這個 AEVA。那我們來簡單的說一下，先看一下他問的這個 IBM。那麼 IBM 的話，他說是他當時在市價250買入。現在已經有了20%左右的收益了，馬上新高了，要不要拿着過前高？這是他的問題。這個 IBM 我們忘了是在直播的時候，上周還是什麼時候分析過一下。它主要的這個這段時間大漲，就是這個可能是美國政府要這個買一些跟這個量子計算相關的一些公司的股票，對吧？要到投資這些也有可能要複製這個英特爾的這麼一個模式。對吧？這就造成了量子計算公司最近的一個大漲，所以這個 IBM 也是受益的。那我們看一下它的圖形。那麼他說他是在成本在250左右，然後現在是收益20%。其實簡單來說，雖然說這麼講，可能有的時候那什麼，還是主要你的那個倉位。如果說你的倉位非常重，然後已經盈利20%了，那你就先賣一半，或者先賣個1/3。對吧？這就主要看你的倉位。但是如果說你的倉位比較小，成本又比較低，然後20%了，你覺得也還好吧？那你就可以多拿一拿，再攤一點，對吧？所以說還是主要看你的這個倉位大小，這是有區別的。但是這是簡單說，那我們看一下它的那個結構，從這個212.34到這個最高點300，那麼它確實離這個前高324也不遠了。那我們看一下它這個，我們在上周分析的時候，應該是在這一天，就是5月22號，5月22號周五，我們在直播的時候，應該是 Derek 問了這個票，對吧？我當時就說它這個，我們看裸 K 其實非常明顯，就是頂在了這個120天這個位置，頂在了120天這個壓力位置。那麼我當時就是說，如果說它要補這個缺口，就很差了。所以說你是不能追的，一旦你一追，你發現它漲了，你一追，然後它一個回調。雖然說現在看的這個回調不大，我們看一下當時它從最高點到這個回調7%，對吧？2天回調了7%。如果說你追漲進去，你們買進去就給你個7%左右的一個回撤，你是很難受的。有可能是因為你進的時候心態就不穩，就是你沒想好要拿多長時間，對吧？一下給你來個7%左右的回調，你可能就割了。所以說你是吃不到後面這個大漲的，這就是我在分析中跟大家一直強調的，買入的時候一定要想好你是做短線還是做長線，還是只是來一個短平快的這麼一個操作，對吧？如果說你只是一個短平快的，那你就不要後悔我上面後面沒吃到，因為你根本也不是做長線的，跟你沒關係後面的上漲。很多人覺得，哎呦，我看好一隻股票，我本來想買了，然後沒買。你想買沒買，這都沒有意義的，這都是這個。聊天吹牛的時候你可以聊一聊，但是在實際交易中這都沒有什麼用，對吧？所以說你一定要想好你進場之後的一個持有的一個周期，看好一個股票成本比較低以後，或者到0以後，你就可以長期拿。那麼針對這個的話，我們需要看一下它的小周期。那麼因為它在日線上還是一筆呀，現在而且還突破了這個200天和，你看它非常明顯突破了200天和120天的這個壓力的位置。然後這個 MACD， 這是我一直講的，這個張口要張得大。MACD 的張口要張得大，開口要開得大，柱子的要伸長度要伸得很長，這就都是強勢表達。所以說整體來講，它現在還是很強勢的。但是日線上很強勢，我們需要看一下它的內部結構，降低周期，把這個顯微鏡度數放大，我們需要看得更仔細一些。這個裡面我們需要看一下那個30分鐘，用1小時也可以，但是1小時也有點糙。
這個顯微鏡度數還是有點大，我們需要用30分鐘看得更仔細一點。那麼30分鐘上，再針对 IBM 一個中枢，下面這裡是有一個中枢，這裡有第二個中枢，两中枢趨勢上。針對第二個中枢，我也比較了這個中樞的進入段跟中樞的離開段現在是没到等比例，等比例在307是这個離開段跟進入段等比例的位置，但是現在它整理還行，就是在30分鐘上表達也還可以，但是就是後面這段，你看它有點這個柱子的長度開始往下縮了，有一點這個就是最後這一小段，就這一小段的這個柱子在往下縮，但是快門線還在往上張口，就是說還不是完全的背馳。但是呢，因為它是現在處於30分鐘的一個狀態，尤其是又是一個兩中樞的一個趨勢上，又在離開，就相當於進入 C 段了。那麼這個的回落，看你要不要做，就是30分鐘的如果说給你一筆回落的話，你要不要这個能不能夠承受？測一下，比如說拉回到中樞，這12%已經很大了，相當於你一半的利潤都沒了。那麼如果說給你個30%的，如果說這個殺到0.18，哎，不是这個，對吧？如果說殺到這個0.382，也5%的一個回落，這個5%的回落你能不能夠承受？我說這個意思，因為它如果說給你個5%的回落，它回不到這個中樞，還是一個小300，就30分鐘上還是小300，它還可以打高點。這個5%你能不能夠承受？如果說這個5%能承受，你說啊，回到5%沒有問題，那我還能繼續拿，那你就可以不動。如果說你說承受不了，那你就先減一點，因為你已經盈利20%了，你先賣個1/3、1/4的都沒有問題。你就是說這個位置你先減一點，然後回來我可以再買回來，就是利用你手裡已經盈利的部分，拿出一部分倉位來做短差，讓你的整體的大的倉位的成本降低。這樣的話，你才能夠拿到前高甚至更高，曉得吧？最終的目的說來說去，最終的目的還是為了降你的大倉位的成本。只有成本低了，你才能拿得遠。好的，這是針對這個 IBM。我們再往下看，他問的這個 Oracle， 這個甲骨文。那麼甲骨文最近2天呢也是跟這個戴爾的這個大漲，周五大漲也有關係，對吧？都是這些基礎設施的一個建設，再加上甲骨文這公司其實還挺有意思，它也是尤其他們的這個 CEO 啊，跟這個川普的關係啊。還有他們這個 CEO 跟這個馬斯克的關係都非常好，然後這個又參加了什麼 Stargate 這個項目 project， 所以你說未來，因為川普現在才上任1年，那麼1年多一點吧，那麼他未來還有兩三年的時間，或者說還有幾年的時間，那麼大的宏觀面兒。雖然說現在對甲骨文來說，可能很多人覺得它的投入很大，然後產出少，可能擔心這個。但是，對這些大的，它的周期是長的，對吧？你用短周期來分析一個長周期的公司，其實是不合適的。那我們看一下它的圖形上。那麼因為這個甲骨文的話，它是成本在140，那140很低呀，基本上在這個位置進，對吧？很多人這就是這個。我一直跟大家分享，這個 Derek 朋友操作都非常好，是在底部的時候買入，然後再想高位是不是要減，而不是說很多人，其他人有的時候在我看，我不是講我們在直播的來提問的朋友，很多其他的我看到網上很多人也好，或者說一些群裡面的一些人在問啊，我到了這個225了，我該怎麼辦？是不是要追了？他底部不進，然後再問高位該怎麼辦，對吧？那我們懂一點這個技術分析的，或者說知道該怎麼操作，是在底部先買，漲上來了有背馳，我要開始賣了，或者賣一些，而不是說啊我漲上來了就開始要追，那你整個這個節奏是錯亂的，對吧？底部時候你不買，要漲上來你要追，那你問別人怎麼辦？別人怎麼知道怎麼辦，對吧？肯定是我要是問我的話，我肯定要減倉啊。打個比方，簡單就是我們如果說不是說它的具體結構的話，那漲這麼多了，我已經很豐厚的盈利了，我肯定要先減一點呢，我先獲利了結一點，對吧？那麼漲上繼續往上漲沒關係，我手裡還有底倉，跌下來，哎，我可以利用手裡剛才賣掉那些再買回來，對吧？這就是一個大的方向。那麼他說他的底倉是140，160又補了一些，那麼現在看日線級別有中樞，那麼這就是他說的這個日線這個中樞。
然而已经快到了斐波那契的等比例的位置了，对吧？已经学得非常好了，我知道的这些你已经都知道了，所以我也只能给到我的一个个人看法，而不能够作为你的操作依據。那么快到等比例了，233，对吧？然后是不是过了1分位后择机减仓，对吧？就是问或者是不是到了233之後是不是要賣一點，然後後面等個3買補回來，再看更好一點，再多賣一些，對吧？他已經分析，其實自己分析的已經非常好了。那麼他現在就是一個其實他已經分析完了。那麼就是我們現在關注就是這個離開的內部，看一下它的這個小周期，從這個把這個價格給它標上來，178。從178這個位置，我們需要看一下它的這個1小時上，1小時上其實從178.8有3段，1小時上有3段，它這個3走的還可以，看到沒有？3柱子的伸長，柱子的面積比較，所以3是不背馳的，而且走得很強。那麼等到什麼時候出現5的時候，對吧？出現5的時候，我再考慮減一減都來得及，因為它的小周期衝得很猛的時候，你就不要着急賣。但是因為它這個3呢，它在小周期，你看這裡1個2個，對吧？它已經可能5分鐘上已經有2個小中樞了，就5分鐘上那個小的震盪，你能不能夠忍？就是5分鐘這種小波動，就這種1%-2%的，看一下它的區間，1%，這種1%-2%的震盪，你能不能夠忍？如果說連1%-2%的你忍不了，那你就減倉，這是很簡單的事兒，對吧？所以就看你的這個交易的這個周期到底是大還是小。小周期的交易，那你就用小周期的倉位去應對就好了。但是在大周期上，它沒有任何的這個衰竭的跡象。那麼那就什麼時候等到它給一個4的那個回撤，或者說出現明顯的，比如某一天，在1小時讓我出現一個很清晰的頂紋型的時候，這種出現這根 K 線的時候，我再減都來得及。所以說，這就是我針對這個甲骨文給到你的一個建議。但是具體的是不是到了233之後賣，還是說那能衝到1.68？這我都不知道啊，我沒有辦法預測到。所以說，我說的這些等比例的位置，還有這個黃金分割的位置，就是我之前給大家做過的那個比喻。紅綠燈到了133，哎，我到了十字路口了，紅燈。但是有一個警察站在那個十字路口中間，跟我伸手，讓我那個招手，讓我往前開。你說你開不開？對吧？你現實生活中你肯定要往前開呀，因為這裡面有着其他的因素，紅綠燈只是一個因素。那麼第二個因素是那個小警察在這裡站着，他讓我指手，這個衝我招手，讓我往前開。我肯定因為警察的這個 priority 是大過了紅綠燈的這個權限的，所以你要聽警察的呀。因為在通常情況下只有紅綠燈，你只需要看紅綠燈。但是在特殊情況下，有人介入了，有其他的因素介入了，你要看它的介入的因素是高還是低，才能夠幫助你來判斷現在我是開車往前開，還是說停在那裡不動，對吧？如果說我到了一個綠燈了，然後那個有警察在那裡那個衝你那個一個阻止的一個手勢，你也不能開呀，對不對？在那個交易中也是一樣。我到了十字路口了，到了等比例的位置，我要看它的內部結構。如果說內部很強，1小時上走得很強，或者說這個30分鐘啊、5分鐘、15分鐘小周期走得很強的時候，我就可以多拿一拿。雖然說在大周期是一個等比例，但是我短期的動能很強，那我就可以不管你的，就是說出現了這個阻力的時候，但是我的勁兒很強，我就能夠衝過去。好的，這是針對這個甲骨文，我們再看他問的第3個 AEVA。這個公司的話，我們也是應該是在這個忘了是在上周復盤的時候，還是在直播的時候講過。這個公司我們簡單說一下它的基本面，可能大家不太熟悉。這個公司是主要是做車載激光雷達的，那麼它是在這個領域的。那麼這是它就簡單說一下它的基本面。但是圖形上我們當時分析的時候應該在這個位置，我當時就覺得它是在憋大招。在這個位置的時候，我覺得當時它憋大招的原因是因為啥呢？它在大周期上，比如說週線上，我當時看它已經到0軸以上，忘了是0軸以上還是在0軸這個位置，要翹頭往上走。然後小周期在日線上的話，它這裡是做了一個中樞，然後它當時在這個位置就在中樞上方，我就當時就覺得有點像那個英偉達，不對，像那個英特爾的那個圖形很像。
當時我們回看一下，當時英特爾是個什麼結構？就在這個位置的時候，很多人來問，就是我們當時在直播的時候，當時這裡有一個中樞，最低點在這個17.67，很多人在這個位置問，很多人當然跑到這兒來問了，是應該賣還是怎樣？我就覺得這個 AEVA 跟這個圖形很像，你知道吧？AEVA。就是出现那麼一個結構，下面出現了一個中樞，然後在上面橫。我當時個人感覺說別打着，雖然說它現在漲出來了，有點這個馬後炮的意思，但是你當時的盤感，你能不能夠告訴你是應該減還是停留？那麼 Derek 怎麼操作呢？他是2周前問的。我當時說不破18別賣，我也忘了我當时怎麼說的了，但是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当时的這個視頻的一個回復。然後我還是說我說不賣，並不代表你不能賣，對吧？還是我只是我的一個個人見解，所以千萬不要把我說的話當成喊单，千万这個注意一下。然後說你說盤中一個垂直線破了之後迅速拉回來，你就沒賣。現在小時級別在你看來是波浪形推動的第5浪了。然後成本是13，成本是13的這個位置，125%的漲幅。你看這個，如果說你操作好的話，這個是非常豐厚的一個盈利。那麼，成本13，然後帮忙看哪裡可以減倉，对吧？我們看一下它的這個圖形，主要就是看一下這個起漲點之後的。首先基本面你自己要分析好。這個車載雷達啊，你要對這個行業啊，對這個公司的比價關係啊，也就是說比價關係就是你在這個行業裡面你是不是龍頭，對吧？還有就上下游的一個關係，你要自己分析一下。那麼從12.54看一下，那麼12.54之後。A 中樞已經出來了，然後這裡還給了一個3買，但是這個3買之後的這一筆反彈現在是弱的，沒出來一筆。然後基本上就是要在這裡做第2個中樞了，1小時要在這裡做第2個中樞。所以我建議你的盈利已經很豐厚了，它這裡如果說周一這個能夠給你一筆反彈，或者說再打一個高點的話，你可以先減一點，防止它是出現一個123之後，那麼這個結構就飽滿了呀。這是一個。從這個12.54這裡進入段，然後中樞3買，然後盤整維持，這不就跟我們剛才看那個那個指數那邊是一樣的嗎？對吧？就這個模型，就這麼個模型。所以說防止這種情況，如果說再次突破29.76，不能夠有力度的話，也就是說這個 MACD， 你看它現在這個下垂的比較厲害，它想要再次比前面這個高點高的難度是非常大的，除非是它慢慢爬也可以，慢慢爬。然後突破這個高點，那它可能會把這個 MACD 往上拉一點，然後可以再下，也就是會形成一個，這個圖形上就是這個盤整維持。那麼在這個 MACD 這上的話，其實就是一個二賣。所以不論它出不出高點，如果说不出高點就更弱，如果說不能夠突破29.76就更弱，那你就更要賣，它是二賣。它可以是一個3不維持往下走，也可以是一個3，哎，到這個位置，甚至到這個前面的小低點，在這裡做中樞，對吧？所以這個中樞區間還是我們看一下它有多大，14%還是比較大的。我的建議是先減一點，先出一些，你的盈利已經很豐厚了，然後甚至可以出一半，因為它也可以，因為針對這個中樞的話，它還沒有3買呢，針對這個中樞還沒有3買呢，它可以再回來給一個3買之後再上的，那麼這個空間就很大了。所以我的建議是先多減一點，尤其在小周期已經出現這種結構之後，先多減一點，然後期待着它能夠出現大的一個這個有回落，大幅回落我不怕你，甚至拉回來，你可以多買一點，對吧？所以針對這個的話，我的建議是先多減一點，尤其是在小周期上出現這種情況。好的，這就是大家的一個提問，那我們趕緊來講一下下周要出財報這3個，那麼時間也這個不多了，我就速度加快一點。這個是這個先看一下博通，博通是在周三盤後。博通的話，其實很多人就或者我有的時候也是，就是有的搞不太清楚博通跟這個英偉達到底有啥大區別。博通是啥？博通是它主要是半導體這個企業基礎設施軟件就是那個 VMware 是它收購的，還有就是半導體解決方案。
它是绝对的网络物理垄断与专利锁死，控制了全球绝大部分以太网交换芯片市场，同时具備全球最强的定制芯片集成能力，研发壁垒和替换成本极高。也就是说，它可以给这些大的科技公司啊定制芯片，因为现在很多科技公司要去英伟达，就是他们觉得太依赖于英偉达的产品了，然后想要他们想通過博通來定制芯片，而不通過買英偉達的這個 GPU 來達到一個這個他們要的效果。所以，相當於這個所以這個英偉達那個博通跟英偉達它是這麼一個關係。這就是去英偉達化的一個核心底層的武器了，就是這些雲巨頭。但是呢，針對博通它也有競爭對手，就是最近比較火的一個 Marvell， 這個也有之前有朋友問過 MRVL。對吧？你看這個圖形長得也非常好，所以它是在這個定制芯片這個領域的話是老二，博通是老大，所以它可能那邊的成本可能更低一點，或者價格可能相對的低一點，所以它是有這個競爭的。這是這個博通的一個簡單的一個基本面的一個分析。我們來看一下它圖形上。那麼當時其實這個在這個位置的時候，大家經常來問。Sorry，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圖形。在這個月線上，起漲在是這個位置，138。但是你會發現，大週期上它其實是一個浪形模式，對吧？現在所有的這些都從138上來的，這裡是出現過一個大的回落，但是嚴格定義是不夠一筆的。如果說你用次高點和最低點來畫的話，它是夠一筆，但是嚴格定義是只是一筆。我們簡單的畫，然後週線上是一個123，現在3是目測的話是短，但是它這個可能沒走完，就3可以沒走完，一直往上延伸也可以，因為它這個 MACD 張口張得很大，柱子的面積長度都很強，對吧？所以它有可能大概率是沒走完。那麼我們要關注就是這個289.96，這就是289.96，右側，左側我們可以不看了。當時我們在這個位置的時候，大家經常來問怎麼辦？怎麼辦？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扛過這段震盪。這震盪不是壞事兒，你一旦發現它開始有震盪之後，你就利用這個中樞來做短差就好了。那麼震盪的時候是最好的做短差的一個機會。那麼一旦你的成本夠低之後，那這種上漲你才能拿得住。那麼現在從289.96之後是3比123，那麼3也是。MACD 沒拉上去，對吧？現在3是弱了一些，因為前期漲幅實在是太大了，所以說，現在是它，但是呢，在周五的話是上漲了4.73%，那麼在這個周三，如果說能夠，比如說給你個先漲個3天，因為財報要來了嘛，先漲個3天，那也不防止它財報之後大漲，像這個戴爾的這種情況，對吧？已經漲了很多了，沒想到。財報之後又漲了40%，你說這種東西誰能預測得到啊？所以啊，現在就是不要追，首先不要追。那麼你看你的持倉成本在哪裡？那麼它如果說回來了，哎，沒有問題，回來就做中樞嘛，回來了這裡做中樞，也可以這裡先把這個中樞先這個類中樞給它圈出來，我們可以用虛線。告訴自己這裡是有這麼一個區間，如果說跌破了前面這個位置，直接往下殺的話，那可能要做萬向。如果只是回到這個區間內部，那就是還在這裡做中樞，對吧？做中樞之後可以繼續往上走，就是像前面這裡一樣，我在這裡做中樞，可以再打一個低點，然後就再起來也可以，它可以這樣做，然後打一個低點，然後再起來。那麼大週期上可能就是一個周線的一個回落，然後這裡周線有中樞了，然後往上走。那麼看一下這個剛才說這個區間有多大，7%左右，7%左右這麼一個區間，所以回來的話不是壞事兒。看一下這個 PNW， 這是最近呢，我發現這是6月2號周二盤後，還有這個 CRWD 是周三盤後，這兩個都是網絡安全公司。完，這兩個圖形走的都非常牛啊，最近這一個月。那麼為什麼最近這個網絡安全公司漲那麼好呢？其實也是受益於這個 AI， 尤其是這樣的一個 Anthropic， 他們出的一些跟網絡安全相關的這個軟件特別強啊。那麼這些 AI 就是現在 AI 這麼強之後，你會發現這個對企業的攻擊也強了。
那麼 AI 帶来的攻擊風險上升，那麼政府啊、企業就會加大安全預算，以及这个当然了，前面这个板塊整体板塊就是这個軟件，它因為它們屬於這個安全軟件嘛，就這波下跌的時候也是下跌了很深了，從233跌到了139，基本上一個腰斬的一個狀態，對吧？前期已經跌多了，然後一個後期的一個估值修復。但是很多人說啊，那是不是整個的軟件行業都能起來呢？那其實是你要分情況的。你是做軟件安全的，還是做這個像那個 CRM 那種的，還是像那什麼什麼其他的，對吧？這個要具體分析的，所以不是說在整個軟件行業裡面你要細分。那麼像這種網絡安全公司，這個市場現在擔心，像這個 Anthropic 這些 AI 工具啊，是不是會被利用於這個更高效的漏洞挖掘和攻擊？反過來就抬高了企業對安全產品的需求了。這是為什麼它這波漲得這麼強？所以大家看到了這一方面的需求，你會發現現在 AI 不單單是這些跟芯片相關的這個基礎設置公司、軟件公司的一個上漲，帶動了其他公司。你要調整的，你每個公司要根據現在的情況要進行調整，你才能夠得到更多的這個市場上認可你，對吧？所以不是說這個，那你會發現這個 AI 的這個範圍廣了，不單單是局限一個很窄的一個這個行業，對吧？不單單是這麼幾家公司受益，很多公司都受益了。那麼這個這種牛市才能夠更穩健。如果說像那個2000年那個網絡泡沫，那只有幾家公司，而且還是沒有盈利的情況下，大家這個就往上炒作，單純炒作是不行的。你像現在是不一樣的，很多人老把現在跟這個2000年的網絡泡沫比較，根本具體情況都不一樣，你怎麼比呀？所以說不要刻意的，不要刻舟求劍，對吧？不要刻舟求劍。那麼針對這個圖形上，我們看，那麼大周期我們先看一下，月線上有個大中樞，然後1、2、3、4、5，很清晰的一個5浪上去。現在關注重點就是這個139，然後139週線上還是一筆日線3段，1、2、3走的非常強，非常強。那麼什麼時候有轉折呢？你才需要去這個，現在連頂分型都沒有。這個 PNW 我們需要看一下2小時，因為在1小時的話，它這個週期這個級別走得非常亂，很難找到規律。用2小時的話是有一些規律的，就是從那個起漲點，從這個143這個起漲點是有規律的，但是這個週期也是相對比較不是很小了，已經2小時。那麼它是 A 中樞 B 中樞，在2小時上已經走出2個中樞來了。那麼什麼時候，比如說2小時給我一個頂分型，我可以先減一點，防止它。其實道理跟剛才一樣，因為它已經是2中樞了。但是你說兩個中樞就能就馬上結束嗎？也不是啊，它可以出現3和4的，3個中樞、4個中樞，像那個標普上。但是呢，像這種，它在離不遠的話，它就會再回來，給你一個300之後出現一個反整背馳，或者說直接拉回到中樞繼續震盪也可以。但這個區間就比較大了，主要是10%以上的一個空間，對吧？所以這就是針對這個 PNW， 如果說它在財報之後往回拉的話，那就看它在2小時能不能夠拉回到這個中樞裡來，拉回到這個中樞裡來，還要看它的具體位置。如果是直接砸穿它的話，那可能要一個弱反，直接走反向；如果是不能夠砸穿，就是在這個中樞繼續震，還是要做多的，對吧？那麼基本面大的方向沒有問題的話，你就敢於買回落才可以。好的，最後再分析一下這個 CRWD， 其實基本面已經一樣呢，我們就只需要關注圖形。這個342是它這波的起漲點，342是它的起漲點。這裡它不一樣的是，這裡做了一個中樞，你就會發現那個 PMW 更強，就是走得更堅決。PAMW 是直接是這麼一個結構，那麼這個 CRWD 的話是一個進入段，做了一個中樞，2次回盪，就結構越簡單，它的意願更堅決，多空共識更強。那麼有2次回盪，那就稍微弱一點，但是現在走離開了。那麼這個離開，我們要分析一下它的離開段。這個離開段我們是可以用那個1小時分析的。所以說，在不同的圖形上，你就用不同的那個周期來分析就好了。最終的目的就是要找到，哎，我怎麼分析怎麼容易，你這樣就更合理的去用每一個周期。那麼在 CRWD 的1小時上，只有一個中樞，那麼前面這裡全部都是進入段，但是因為它這個進入段這段走的太強了，對吧？這裡是有過一些回落的。
但是只是一个浪形的一个小浪形的一个回落，并没有出现这种相对饱滿的一個結構，所以它走得很強。但是因為它前面走得很強，後面如果說不強的話，就很容易被持。但是現在整體這段還可以，這段還可以，所以就看它是不是能夠繼續往上漲一漲，然後在上面再做中樞，做第二個大中樞，然後看它是不是要結束整個這段。所以對於這個來講的話，其實方法也是一樣。如果說你已經有了，然後這個什麼時候給我一個明顯的下，比如說某一天出現一個大跌的時候，就是一定要出現一個強頂紋型。強頂紋型它的對應的就是弱頂紋型，這個我們已經分析過多次了，講過很多次，我們就不重複了。什麼時候出現一個很明顯的標誌性的下跌的時候，我再下跌，我再賣都來得及。所以說很多時候這個其他人分析你會聽到標誌性的上漲、標誌性的大陽線、標誌性的大陰線，就是說出現標誌性的大陰線、大陽線的時候，就說明其他的機構主力要動了，他們要動了，我就跟着動；他們不動的時候，那你就可以多等一等嘛，對不對？所以這就是出現什麼時候出現一個標誌性的下跌、大這個頂紋型的時候，我才開始賣都來得及，尤其是對這種動能很強的時候。好的，因為時間的關係，我們今天就分析這麼多了，再見。